你要走噶啦，你要再咁搞住佢，佢就好慘噶啦。我會俾你一個好舒服嘅地方去住啊！咁我捉件福負責人嚟啊！出晒！今天探秘一下这个驱鬼的真实案件，係不少觀眾的質疑。那麼多的道長，再加一個修行人，還要搞這麼久，是不是你的功力不夠？是不是作秀？假撚到一個點喎，喺其效果。最古代嘅符，佢本嚟就係天地之間嘅語言，呢個叫做泰山壓頂拳。有啲人突然之間出現好大問題，撳住佢先，嗱聲打電話揾人幫手，同佢同頻，跟住掂得出。功夫喺呢一度，喺個誠意度。Hello， 大家好，我係風水。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係師兄啊，你覺得我今天有什麼不一樣呢？我以為你戴咗呢頂帽咧，要去睇 locking。對，因為我要除了會跳街舞以外，還要去採訪一下師兄，因為我今天化身福爾摩斯，來去探秘一下我們的這個驅鬼的真實案件。係，點解我哋今日要去討論呢樣嘢咧？係咪大家對呢樣嘢咁有興趣咧？對，一定是的，因為我們從網絡上的這個熱點的數據判斷啊，整個的話題已經超過幾百萬了，即係香港有100萬人嚟睇緊。所以的話，我們今天的這個節目呢，來跟師兄一起去討論。面對有不少這個觀眾的質疑啊，我會問你一些這種尖銳的問題啦。因為雖然很多人都覺得，哎呀，師兄抓鬼驅鬼很厲害，但是還有不少的這個質疑的聲音。那麼在我們開始我們的質疑和問題之前呢，首先有請我們的師兄給大家講一講整個事件的一個過程，因為可能有很多人沒有看過原視頻。係，咁我講下啦，即係我哋有檔節目咧叫做《命運解惑師》嘅，咁佢係一個電台節目嚟嘅，咁我哋咧就會收到好多嘅聽眾嘅一啲直接打過嚟嘅電話啦。咁咧阿 Yan 咧喺求助嘅過程裏邊咧，佢就話個仙姑一望到我就問我：你跳樓啊？咁樣問我。其實我唔係好明白佢呢句嘢係咩意思。其實佢唔係同你講，係啦，佢唔係同你講。係啦，原來佢同翻我講咧，我答佢唔好，原來唔係我把聲。佢而家咧就俾咗一支水我，你最好咧就嘔綠色嘢或者黑色嘢啦，嘔唔到咧你就好大鑊噶啦，話俾你聽。咁我就真係嘔唔出喎。係啊，你肯唔肯念啊？金剛神咒，唔知啊。即係要咁樣排出嚟，係啦，咁咪佢會控制你噶啦，開始。係，點啊？玩嘢啊？嚇？係有 feel 喎，係啊，嗱，玩嘢啊，係啊，係啊，嗱，信唔信風水念經趕你出嚟啊？嗱，咁咧我哋就節目結束咗之後啦，即刻聯繫翻個事主，睇下有冇機會帶到佢去現場。咁啊去到現場嘅嘢咧，大家睇到視頻都知㗎啦。沒錯，所以我覺得這整個的一個事情呢，真的是很驚險的。我們看過視頻的朋友應該都會看到裡面的這個過程，其實是很糾纏的。但係好多人係睇唔明係咪啊？對啊，所以的話，面對於我們百萬網友，其中就有不少的質疑的聲音了。係。那首先第一個比較質疑的比較多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這個法事要做這麼久？就是驅鬼的過程要這麼久，然後還需要這麼多人，那麼多的道長在法壇，然後再加一個修行人，還要搞這麼久，是不是你的功力不夠？個修行人就係梁思浩啊嘛，就是他不是直接做法嘛？係，佢喺度碎碎念。對，他有再去對話，再去這個逼迫他，然後你趕緊走吧，然後不要纏着他啦啊。首先要大家知道，呢個驅鬼咧，唔係話1個鐘或者2個鐘就可以處理完嘅。如果有啲係附體好耐嘅，做足7日，做7天，49日，7至49天，甚至乎喺西方啲神父咧，佢都有驅魔儀式噶嘛，都係做1個禮拜嘅。所以你見到我哋用咗大概個零鐘搞掂咧，事實上係好快嘅。啊，已經很快了。嗰啲叫做附體嘅力，同埋你只不過係有啲負能量，呢個係
兩種層面，完全不同的量級，但 level 唔同。對，級別不一樣，量級不一樣，所以的話，為什麼又需要那麼多人？你自己一個人搞不定？我同你講咧，呢個咧就係每個門派嚟講咧，佢係唔同嘅。如果你話普通嘅法科師傅咧，佢哋用佢哋嘅壇啊，咁啊一個人請師公啊，請個師公啊，會做到一啲動作，但係我哋係行成套道教正規嘅科研嘅。咁啊，我哋按照《玉書經》啦，按照《北斗經》啦去行嘅。咁呢一套咧，我哋唔單止淨係驅咗佢，同埋最後要將呢個靈體送到去另外一個地方啦。舒服嘅地方。佢點樣可以送到去咧？仲要幫佢練埋個形啦，所以係一系列嘅嘢嚟嘅。咁我哋而家做緊呢個即係正一嘅法科啦。咁佢係需要有唔同人嘅崗位去負責唔同嘅事情嘅。如果你即係睇一啲比較大嘅法會嘅時候，你會發現有好多嘅法師，5個、7個、9個，其實我哋對待呢樣嘢咧係用住比較精細化嘅呢種流程去解決嘅，就好似做一個杯，一個3D 打印機都出到嚟啦，但係做一個比較量產化嘅，比較有規模嘅，你係需要一間廠嘅，有流水線。冇錯啦，分工佈局。我哋就係一間大廠嘅出現，所以你見到我哋嘅道堂可以出嚟咁多人咧，亦都證明咗我哋平時可以承擔更加大嗰啲法會，我哋可以稟報天庭啊，或者係將我哋嘅大家嘅意念啊，可以傳達上去。一個人嘅力量永遠係有限嘅，沒錯20個人、30個人嘅法會都會有。只能夠講，你見到嘅只不過係比較細嘅道堂去做嘅嘢，一旦有規模嘅話，佢一定會出夠人。對，或者說像有些朋友，他可能是並沒有真正看過做法事，可能通過一些影視作品，某1、2位法師，他就能夠斬妖伏魔，也有這種可能性。因為電影上面係更加多嘅個人英雄主義。對，個人英雄主義。但係你打滅霸，你都係需要個 Avenger。好，那師兄啊，第一個疑問，我相信大家應該也能聽得明白了。那第二個問題就是看到。就是把阿燕的身上貼的全部都是符咒，貼這麼多的符咒到底是真是假呢？因為有朋友說需要整個身嗎？那有些影視作品裡面就是在一個僵屍的頭上貼一張符，他就 OK 了。那為什麼你貼這麼多，是不是作秀？首先可能大家對於道教嘅一啲經典可能唔係太熟悉。咁我哋去驅趕嘅呢個過程裏邊咧，係相對嚟講比較有流程，比較舒服嘅。比較人道一點。冇錯嘅，我哋唔希望即係原主我哋驅完之後咧，佢有一個好虛弱嘅感覺。所以咧，我哋就好似手術，開一刀又係攞你嘅嘢出嚟，但係我慢慢用微創嘅手術，亦都係攞出嚟，但係對你嘅傷害力是最小的。係啦，係唔同嘅。咁咧呢上面嘅符，大家都可以喺網上揾得到嘅，叫做24煞符。24煞符係啦，喺《北斗經》同埋《玉書經》裏邊都提到過嘅。呢個咧，你要發現我哋新派嘅符係會有字喺上面嘅，但係兩個字咧係為咗我哋去辨別係乜嘢符係乜嘢符。但下邊咧，你發現啲符咧，其實就係一條線，或者係一個圖案。因為最古代嘅符，佢唔係用文字嚟表達嘅，好多嘅薩滿，好多嘅符基都係符一條符出嚟，佢冇具體嘅呢個文字嘅意思，因為佢本嚟就係天地之間嘅語言，你用文字係講俾人知嘅，沒錯，靈體係需要文字咩？靈體它需要這種能量，冇錯啦，係能量場，所以我哋用咗最早期嘅符，最早期嘅創辦道教嘅係龍虎山天師傅啊嘛，沒錯。咁咧佢最早期嘅符其實都係以一啲叫做符畫嘅形式出嚟嘅。第二個，佢問係咪都要所有嘅印章？有沒有在符上面蓋章？係啦。好多嘅印章都係喺後期先出嚟嘅。最早期其實它是沒有印章嘅。冇錯，同埋咧呢24道符，你以為係24道符，對於我哋嚟講係一道。怎麼理解呢？24道符為什麼是一道符？冇錯啦，因為佢等於係24個煞，我哋以阿燕嘅身體作為呢張符紙，跟住咧我哋將
每一道符貼喺佢嘅身上邊咧，就係形成咗呢個符嘅整體。事實上，佢個身上面就係一個符。師兄啊，那聽你這麼講，阿煙豈不就是一張人形符？冇錯啦。另外啲人問有冇符膽啊？每一道符落到嚟佢嗰度，全部形成咗一齊就係符膽。哦，原來這個才是其中的這個奧妙和核心。冇錯啦，呢個我相信很多人沒聽過的。未聽過嘅，但係你上去讀過我哋經書嘅話咧，你都知道。剛才師兄講最早的符籙的時候呢，因為我之前也有一些了解道家的一些符咒，之前有看過一位道長畫那個五岳真形啊，他就是東南西北中五岳，他其實也是圖形嘛，冇錯，就沒有什麼蓋印章啊、文字啊。最早都係圖騰。對，圖騰啊，就東南西北中五個圖騰。冇錯，咁啊當然有啲人話咁依家有啲門派就係寫文字啊，一張符有符膽啊，咁我只能夠講係各施各法，每個人有佢自己嘅方法，咁我哋用翻我哋呢個門派比較正統嘅方法。好，那我們第三個疑問啦，就是有朋友這個留言說，這個到底是一場表演還是真實存在的？然後有人說得很直接啊，就是說師兄假撚到一個點喎，喜劇效果演得一般般喎，神滾。係，咁我覺得咧，嗱，首先第一樣嘢，如果我哋從細到大學習咗科學嘅嘢咁耐，呢個視頻出嚟就可以將你幾十年學習嘅呢個科學嚟顛覆咗嘅話咧，我覺得我哋呢個視頻咧係有問題嘅。因為作為科學統治咗呢個世界200-300年啦，如果我哋唔能夠提出一啲質疑嘅話，如果呢個視頻全部都係贊同欣賞嘅聲音嘅話，呢個視頻先係最可怕、最假嘅。對，最可怕。如果一片讚揚嘅時候，才是最可怕。係，同埋咧，大家會發現到呢一個驅邪嘅過程咧，佢唔會好似喺其他嘅演藝咁樣啊，有好多嘅跳嚟跳去啊，好多嘅好花巧嘅嘢啊，大部分都係我哋慢慢去溝通，逐個動作去做。咁啊，因為我哋嘅流程裏邊就係首先要同靈體溝通，然之後揾到嘅核心嘅點之後，慢慢將佢呢個靈體嘅氣排出嚟。其實冇咁多花巧嘢嘅，全部都係一板一眼。功夫喺呢一度，喺個誠意度。因為我哋收到嘅，我哋敢於將呢樣嘢擺出去嘅核心係咩咧？係我哋知道。所有嘅嘢出嚟之後咧，一定有一半嘅人贊同，亦都有一半嘅人反對。咁呢啲先係道啊嘛。沒錯，所以我相信看我們視頻的朋友都有這種獨立自我判斷的一個能力吧。冇錯。我們也是希望能夠跟大家一起去探討，來去一次一次驗證。我哋係引領大家嚟思考，歡迎大家進入到我哋嘅 channel 裏邊，一齊討論，甚至係辯論都得。沒錯。那既然說到了阿煙他自己本身的這個故事，那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整個的驅鬼的事件當中的一些細節。對，那我們就和師兄一起來去現場揭秘一下驅鬼團隊如何去布陣的。首先第一個這個細節就是布陣。冇錯，我哋會有一個師兄咧，首先去做一個解釋水啦，將成個場嘅呢個氣啊，或者係我哋嘅能量啊，變得更加清澈啲先。冇錯啦，唔希望仲有其他亂七嘅八糟嘅嘢過嚟。咁啊，另外好似我啦，我等於係一個主理人啦。每個氣喺佢身上佢遊走嘅時候，究竟喺邊度？我哋點樣可以調動佢嘅氣出翻嚟？咁我要睇睇成個場。另外啦，仲有啲人啦，會佈置個結界啦，佈置結界，令到其他嘅陰氣啊唔好無法入侵，影響我哋啦。跟住咧，我哋仲有一啲咧，就係幫手去扶住阿煙嘅。咁啊，佢會用佢哋嘅氣啦，將佢身體上面嘅濁氣啊，幫佢更加好咁樣排出嚟。你就當係做手術，我就係一個主理嘅醫生。你是主刀醫生。冇錯，隔離有幾個係幫手嘅助理醫生。冇錯啦，咁我哋就咁樣一個團隊去幫阿煙去做呢場手術啦。好，那師兄剛才也大概講了一下我們的這個整個的驅鬼的儀式的師兄的一個配合啦。那但是我在裡面發現了一個這個細節，就是在整個的這個結界周圍啊，有很多的這種蠟燭。
然後還有一位師兄拿着這個罐子去接阿煙的這個好像是吐出來的一些東西。那這兩個點有什麼玄機在裡面？嗱，首先咧，你見到蠟燭同埋呢啲米咧，呢個陣咧就叫做結界。當我哋驅鬼嘅時候，或者驅啲靈體嘅時候，佢要將呢個氣打散出嚟。咁周圍咁多人，我哋有攝影師啦，亦都有啲善信啦。佢走嘅時候，如果冇地方匿，就會匿喺另外一啲陽氣冇咁足嘅人嘅身上。我同你講下，我唔知大家有冇記錄過我喺馬來西亞嘅一件事。我哋當時做個身心靈大會嘅時候咧，有人被附體，我即刻幫佢驅。驅嘅時候咧，好多人中意圍觀啊嘛，搞掂咗呢個，突然間嗰度有一個又係又開始上升了，又處理之後又飛到其他地方，好忙。所以咧，我哋因為嗰陣時急時急難，處理嘅時候咧冇理到咁多外邊嘅，但係咧我哋而家喺個廟度，我哋知道我哋有準備嘅，我哋就要將呢個結界封起嚟，佢就算出咗嚟嘅話咧，我哋都可以有地方去裝。咁又帶咗第二個啦，你就會見到我哋阿山海，對啊，拿着一個罐子，攞住嗰呢個叫藏魂罐嚟嘅，藏魂罐，係啦，就將佢出嚟嘅呢個靈體嘅魂可以藏喺裏邊，我先可以帶佢一個好舒服嘅地方啊嘛，係咪先？我哋仲有個師兄，佢咧就冇上到場嘅，一直喺隔離咧，就係用住個四維嘅世界嘅意念去觀察，即係每個人嘅身體上面有冇乜嘢問題，佢唔使用喐手嘅，就係用念力就得啦，安定住個場，呢個係好特別嘅存在。對啊，如果說大家對於這種用念力、用思維觀察的這種能力很感興趣呢，我們也可以開一期節目專門講一講。咁啊，如果大家係好中意嘅話呢，我會同大家開專門講一期叫《靈魂的飛行日記》。好，我們在這個驅鬼的過程當中呢，其實也有一個33指啦，這樣的一個特殊的手勢。係。那師兄能不能夠跟我們講一講，它頂住不同的位置，會不會有不同的作用呢？當然啦，嗱，我呢個咧三山訣咧，向上或者向側邊咧都叫三山訣。三山訣。因為我哋喺道教裏邊咧有3個最出名嘅神山，都係出天師嘅神山。一個就叫做龍虎山，一個叫做茅山，一個叫做角祖山，葛兆山係角元嘅山。沒錯。跟住咧，我哋要調動自己嘅神氣連接天地噶嘛。腎氣。係啦，你唔扶住腰嘅係。咁啊就需要調動內氣同外氣連接，連接天地，就用呢個三山訣嚟頂住嘅。咁但係你見到佢哋另外係咁樣撳落去咧，呢個其實唔叫做三山訣，呢個叫做泰山壓頂訣，壓住它，係鎮住它。冇錯，唔俾佢亂咁遊走，因為當我哋驅嘅時候咧，啲鬼啊或者靈氣啊會周圍走嘅時候咧，我哋冇辦法去聚焦喺一個點度令到佢出嚟。所以咧就要有人去撳住佢啦。如果大家發現有啲人突然之間出現好大問題，你有冇辦法去控制佢嘅時候，撳住佢先。就是沒有練過的人也可以這樣子。撳住佢先，嗱聲打電話揾人幫手。哦，就是一個壓制的一個手段。係泰山壓頂。壓制的手段。好，然後我們有幾個很有意思的細節哈。首先第一個，稻草人，你放在這一個阿煙的面前晃了晃，這個是有什麼用的呢？稻草人嘅核心咧，我哋其實咧嗰日咧，我就為咗呢件事係親自摘出嚟嘅，用咗36條稻草。呢36條稻草摘呢個草人咧，代表咗其實人咧有36個絕穴啊，即係好重要嘅穴位。佢通過呢個氣嘅噴出嚟，我哋可以將呢個靈魂嘅氣收喺呢個稻草人裏邊，盡快練翻佢一個人形。相當於給他安了一個新家，讓他舒服。可以咁樣樣，就叫做佢有個軀殼。因為所有嘅靈體咧，佢實際上想實現一啲嘅任務咧，佢需要借助一啲軀殼。所以我哋用咗呢個稻草人幻化出嚟。哦，就是讓它成為一個人形，不要再纏着阿煙了。係。好，第三個就是我們講的，它在這個罐子裡面啊，有吐出一些東西啊，有人說是一口綠色的這種氯氣。係。那這個氯氣到底有什麼講究嗎？你自己有冇試過？就打嗝嘛。係有顏色嘅，臭的顏色，污濁的顏色。真的假的？那阿煙那個綠色的這個形態，是不是你把鬼就是？佢喺最後嗰下就呢個氣出咗嚟。當然啦，
唔係話鬼一定係綠色，佢有幾種嘅形態嘅顏色嘅。當呢個顏色越污濁，代表呢個鬼停留嘅時間就越耐。咁啊，呢個鬼咧其實留喺阿 Yan 嗰度咧1年時間差唔多。佢會有深藍啦、深藍、深綠啦、深綠，跟住深灰啦、深灰色啦、黑色，逐步加強它的冇錯冇錯。有啲人咧，甚至乎係有幾種顏色嘅。好綠啊，好濁啊！動畫片裏邊嗰啲污染物啊，嗰種顏色，污染物，即係呢啲人就係已經同呢個靈體一齊好耐，所以佢個顏色會更加強啲嘅。哦，明白了。好，那其中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這個環節，就是有一位師兄啊，他在舞劍，然後手上又用三山絕頂了一個這個小的罐子。那他這個舞劍腳踏鋼步，所謂何事呢？首先講下先，嗰個唔係罐嚟嘅，嗰個係水杯。水杯係啦，製法水嘅。我哋每一次做法事之前咧，都會去將呢個水咧煉成法水，對住一啲善信啦，又或者對住一啲濁氣比較強嘅人啦，用呢個法水幫佢淨佢個身嘅。跟住咧，你會見到佢咧對住呢位事主嘅時候咧，佢會用到劍啦，佢會用劍之前會搭鋼步啦。鋼步係好有講究嘅，喺古代咧，鋼步係叫做魚步。為什麼叫魚步呢？古代有個好出名嘅大神叫做大禹治水。哦，原來是大禹的腳步。冇錯，你見到大禹咧，佢係跛咗㗎，行一步，所以佢拖一步。拖一步。但係大禹係我哋天上嘅大神嚟嘅，我哋需要通過模仿大神嘅動作嚟召請神明落嚟。光係咩啊？天光。天光。星斗。星斗。將呢個地面嘅嘢破咗，就即刻形成咗個宇宙。哦，就相當於我把這個地方的能量給它鏈接到天地。冇錯啦。啊，打通這個通道。然之後我哋因為係正日㗎嘛，沒錯，照雷，搭完個木可以照雷啊嘛，咁我雷嚟到我呢度點用啊？順個水，點解要順水嚟啦？點解唔係吐一啖水啊？或者個水柱啊？為什麼是一個像霧一樣的？冇錯，因為靈體就係氣，就模仿用水來模仿那個霧氣。冇錯，同佢同頻，然之後跟住劍一出，咪就可以就命中他啦。個雷一出嚟就入翻對應嘅神仙嘅號力。所以這個裡面雖然看上去動作很簡單，但是裡面大有學問，傳神傳師好重要。所以我們就如果說對於這個腳踏鋼步呢和這個劍指的朋友感興趣，可以留意我們師兄的這個中華智慧大講堂。係㗎。啊，好，那還有一個問題啊，就是當最後我們把這個鬼魂呢驅到了我們的這個長虹觀裡面以後嘛，那最終這個鬼魂怨靈，它會去到哪裡？是投胎轉世，還最終的歸宿？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很關心這個問題。係，首先咧呢個靈體咧，佢係練咗個人形俾佢嘅，咁佢就可以唔需要依附喺其他人嗰度啦。跟住我哋將佢個魂咧，亦都係封咗喺個罐嗰度，唔好再出嚟周圍行啦。你已經有咗好好嘅肉身啦。然之後咧，我哋就揾咗個地方。係埋起嚟，埋咗地上。呢個其實就係等於係我哋一個地魂嚟嘅。咁個地魂咧係可以通過一啲通道輸送佢去其他地方嘅。佢個靈啊，走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希望咧快啲去投胎啦，快啲去極樂世界啦。但係從來冇人了解過呢個靈魂，佢其實點解要依附喺阿 Yan 度啊？佢為情自殺，佢好希望有一個好好嘅男朋友去愛佢。阿 Yan 嘅男朋友好愛佢，所以佢喺阿 Yan 嘅身上得到咗呢種關懷同愛。佢個靈魂嘅核心係帶住好多嘅怨念，好多嘅遺憾走嘅。我哋將個靈魂藏咗喺度，我哋要做啲乜嘢啊？我哋最後做嘅嘢係用我哋嘅意念，用我哋嘅表文，令到呢個靈魂可以去到一個地方，可以擁有愛情。在另外一個維度，有很多人會喜歡他。佢並唔係需要去投胎，佢並唔係需要去咩極樂世，佢係需要愛。所以就送他去有愛的地方。冇錯啦，呢個先係真真正正幫到呢個靈啊！佢有時間觀念咩？佢冇時間觀念。佢有地點觀念咩？佢冇地點觀念。佢只有佢嘅感受，佢嘅最終嘅歸宿充滿愛。沒錯，所以我覺得，無論是道家也好，還是說其他的門派，我覺得
殊途同歸，大道同源，大家都是為了這個愛和正能量，讓整個的世界會更加的和諧。係，我知道大家都以為最終嘅歸宿係投胎轉為做人，或者去到其他地方，其實或者把它打掉，都不是這樣。佢有一個輸送嘅通道，你唔可以將呢個輸送嘅通道攞走佢。呢個舒服嘅地方就係佢個靈魂嘅感受最重要嘅地方。有啲人問，咁佢要幾耐先會投胎啊？只要佢解決咗呢個問題，一刻就可以投胎。即刻投胎，係呢一刻起就可以投胎。喺我哋嘅世界度，可能係以為係一刻，但係喺佢嗰度，可能就係10年、20年。時間過了很久很久。冇錯，不過佢擁有咗呢個感受，佢始終會去到佢最終想要去嘅地方。師兄啊，我覺得聽完這一期你的分享呢，我很有感觸。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我們道家的這個理論認為，人死後其實並不是終結，而是靈魂去了其他的維度。冇錯，即係我哋換個肉身，不斷咁樣再重複去做。沒錯，沒錯。所以我哋做任何嘢都係以一個慈悲心行頭，去令到佢可以有更好嘅延續。那我們也希望在節目當中呢，我們也可以跟阿煙進行一個連線，了解一下他最近過得怎麼樣，然後看看有什麼東西想跟我們聊聊的。我想打電話問佢，有冇人認得你啊？直接打電話給他啊！有請我們的導演幫我們去聯繫。哎，接通了。哎，你好，阿煙，我是子耀。哎，我係風水。哎，因為我們對，因為我們現在正在做上一次幫你驅鬼的這個特別節目，所以的話呢，我們也是想了解一下最近你的情況怎麼樣？點啊呢排？非常好。一聽就知啊，桃花開晒啊咁就。中氣十足的感覺，好像師兄當天幫你去驅鬼結束以後，當天晚上回到家有什麼感覺啊？一開始翻到去已經好攰啦，因為師兄都同我講咗話，因為元氣大傷啊，所以係嗰段時間係會好攰嘅。但係過咗一排之後就真係我自己覺得啊，係真係成個人唔同咗咯。即係我好記得咧嗰段時間咧，我係唔想出街噶嘛，但係咧即係之後我而家日日都好想出去咯。哇，係咁你要約埋我哋先得噶喎，你知唔知啊？我同阿海好掛住你嘅，知唔知啊？我都好掛住你。這個除了自己的身體狀況變好以後，家人啊，或者說你的朋友，有沒有也說到你有很大的變化呢？有啊，因為嗰段時間，我頭先講都話我係唔出街噶嘛，但係即係佢哋會話，點解突然間會主動翻咧？即係佢哋都會講翻我真係有唔同度咯，同嗰段時間。跟住，因為我有聽風水講話用嗰個艾草同埋粗鹽抹屋同埋沖涼啊嘛，超正啊！超級標準的答案。係啊，真係唔同咯，個感覺係講真。我覺得真的通過這一場驅鬼的儀式呢，你的問題得到解決了。個鬼又去到好舒服嘅地方，你又去到好舒服嘅地方。沒錯，我又好舒服，對，除咗喉嚨唔係飲酒飲多咗。對，其實我剛才就想說，就是我今天見到風水師兄，我們一起錄節目的時候，我發現，他好像失聲了，所以我就想說，這個是不是也是他的一個城府？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啊？對，所以不管怎麼樣呢，看到你這麼開朗的笑容，也很大的改變，我們都覺得很欣慰。我相信我們風水說道的朋友，看到這期節目播出以後，也會感到很開心的。我們要不下次請他過來再聊聊，希望你也能夠越來越好，然後一切順利，身體健康。對，然後我們下期再見，下次節目再見。好，拜拜。拜拜。拜拜。師兄啊，我覺得他真的很大變化哦，咁梗係啦，整個人開朗了，不一樣了，所以也非常感謝師兄和風水堂的各位師兄弟，一起聯手，當然還有4號了，也是非常感謝4號的熱心的支持，然後幫阿煙這位朋友解決了他的一個燃眉之急嘛。那我也是希望我們也能夠繼續貫徹我們中華智慧大講堂的一個使命，或者說我們的一個理想，希望大家能夠自己學習，自己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哋話8個字，咁咧叫做修真有佛，近道無魔。當我哋一個人好安穩、好積極、好正面嘅時候，又有乜可能有魔近到你啊？
好，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内容也非常的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福生无量天尊。